Hello， 大家好，我是三星讲师乌弟。好，那大家看到我今天的装扮其实不太像我们平常讲师的样子甚至说我还有护目镜还有这个白袍这种感觉。好，因为我们今天很特别，我们今天来到是一个类似实验室的地方，我们要做非常多的实验测试。好，例如我们准备了什么呢？好，给大家看，有手套2、3、4、5、6、7、8，手套9还有肥料1、2、5类的更大培养土。那我们这些东西到底要做什么实验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三星在台湾推出的这个所谓的三防机Xcover 6 Pro， 我们会做很多的一系列的测试给大家看。好，那我们就一起拭目以待那其实像我们现在可能你说像厨房可能很多人会下厨然后在厨房中其实会很容易遇到水，或是有时候我们在餐桌上在用餐吃饭的时候，可能你也会有一些水的一些环境那你可能就刚好可能就是在手机用着就这么的意外就发生了，它可能就这样子滚进去了。好，你的整只手机就泡在水里了。好，当然如果你是一般手机，你可能会相对会比较慌张一些。好，但我们这个是 IP68防尘防水认证的手机，好，所以不用担心。好，你只要这样子很从容不迫的把手机拿起来想办法把它去尽量把它去弄干弄干净的话基本上它还是可以很正常的去使用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不用担心。好，那大家刚刚看到我们那个 IP68的一个防水的测试那除此之外这个三防机其实它的萤幕它的萤幕的所谓的灵敏度也有在去做一个强化。譬如说有时候可能我们就是刚洗完手，或者你洗完澡手就是湿湿的状态，但是你可能就急着要去，可能要回来什么的，你就会去操控手机。你可能觉得这时候手机的画面的灵敏度没有那么好，或是说有时候像可能是外面突然倾盆大雨你的手机可能上面就是沾到了一堆水，那你的手也是湿的，你现在要去滑动手机，你可能就会觉得会比较不灵敏。那这个三防机它有在强化这个部分，它的萤幕是相对比较灵敏，好去滑动触控的。有时候大家可能有一些情况，可能就是你手上戴着手套也许各式各样的手套，你发现你要滑手机的时候，那个萤幕的灵敏度会觉得比较怪怪的所以我们就准备了一系列的各式各样的手套来跟大家去做一个实验。我们来看看三防机的萤幕会不会可以更好去滑动来，这个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看了就肚子很饿，因为这就是所谓的吃手扒鸡用的手套。来，我们先试三防机上下滑非常顺畅，没有问题。那再试这个一般的手机，看起来好像也还 OK， 上下滑动也还蛮顺畅的。好，这个看起来是透明的应该你有时候去医院那些医生护士都会戴这种医疗级的这种手套。基本的滑动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还蛮顺的。好，是这个看起来滑动也还 OK。在我们第三个，有时候经过一些工地什么的话，可能会比较看到这一种非常厚的这种有点布的那种感觉的手套。好，滑三防机，哎呦，一样非常的鼓溜非常的顺畅，感觉我觉得有差阻力，你看好像滑它没有反应，就是感觉阻力比较大，然后画面的移动的那种灵敏的感觉就不太灵敏了。你会觉得滑起来很 K， 但是滑这个真的有差就觉得很鼓溜的感觉。好，我们看第四个，因为它这个有特别设计过这个止滑颗粒所以它的这一面看起来一样但是这边有做一些止滑的颗粒。好，那一样我们来滑我们的三防机还是非常的鼓溜，非常的顺畅。好，那滑这个你看我就说你做差不多的力道，但是这个就很鼓溜这个就我也是这样滑，但是它基本上现在目前都是没有什么反应的我的力道就是轻，就跟我们一般滑手机是一样的。好，所以你看越来越有差异了。好，这个是一个也是很专业的这种工作用手套。好，所以它这面是感觉布料的，但是这一面也是抓一些比较滑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抓起来那个阻力是很够，所以可以比较顺畅去搬运。阻力会有阻力，但是萤幕的反应也是非常的流畅再换这个一般手机，你会觉得滑起来比较没那么顺。有点感觉，你看这个很容易就 K 到。好，那我们再看这个，红红的冷的话，那这应该是有一点点的防护的效果，有点像是布料那种感觉。好，我们的三防机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阻挡，就跟没带在滑是一样的。好，那一般手机的话，稍微好像也不太
有什么反应，然后就是看起来也不太好滑，也不太好按哦，这个对比起来就蛮明显的。那最后是我们这个这个如果你是机车族的话，应该不陌生哦。这个上面是有很多的颗粒哈，会比较感觉稍微难滑一些。好，换一般的，一般也是完全，这是完全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好，不管是5个我都试过了，大拇指没反应，中指没反应，食指没反应，无名指没反应，随便每一只都没反应。好，接下来我们的三防机实验室要带给大家另外一个不同的测试。除了有刚刚前面提到 IP68 防尘防水之外，它还有得到美国军规MIL STD-810H 的这个军规认证。好，当然这个军规顾名思义就是例如说美国国军的很严苛的一些测试，譬如他们的军队可能要今天是去雨林明天是去北极，那就是一连串各式各样的严苛的环境，所以通过军规测试的这种产品都可以确保在一些严苛的环境下也是可以去做很正常的运作。好，那刚刚有提到可能 IP68 就有防尘，那这个还有一些跌落的一些测试，所以我们生活中也许大家都有过去都有这种经验，就是你的手机可能不小心掉在地上那可能就是一个悲剧那我们来试看看我们模拟我们现场提供了不同的场景例如说这个可能是就像一般你可能去露营野营路边很多这种土壤就是可能是种什么植物的这种土壤那在这边看到的是比较坚硬的这种岩石那你可以说就像是柏油路的那种水泥地的那种感觉。好，那这个是有点像模拟可能是沙滩或是这种比较细小这种石子的路，也许这种岩砾砾石这种路也是生活中你的手机可能就跌落在这种地方。好，那我们大概就是分别会去进行这3个不同的地面的这种衰落测试。那我们一起来进入实验吧。好，那这是时机我们三防机的时机我们就大概从一定的高度直接一镜到底就是没有剪辑过的画面直接这样摔下来3、2、1。我们的土比较浅所以很快就撞击到地面，可能比现场你在户外那个土还要再薄一些那我们来看一下脏脏的地方我们把它拍一拍。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外观的一个损伤。第二个场景这个是一个都是一个比较坚硬的岩石就是像是我们这种马路水泥地、柏油路这种比较坚硬的场地好，那我们一样再进行一定高度的直接的坠落测试。好，看好咯，一镜到底，3、2、1。好，它弹了一下OK， 我相信刚才外观可能多少会有一些损伤但是它不会因为这些撞击衰落，然后造成你可能手机的内部一些受损，造成可能没办法开机、没办法使用。好，那我们的最后一个模拟场景这是一个比较细的一个沙砾有点像是海滩沙滩。那我们一样做一个直接的坠落测试好，这就像你的不小心从生活中掉在地上的手机，来3、2、1。我们来检查它一下它的伤势。其实外观我就觉得都还好，但是我觉得重点还是这个。好，你的手机本体是它的里面的内部的一些功能是可能都完全正常的。好，那以上是我们的3个不同的场景的跌落测试所以这个有通过 IP68 防尘防水及美国军规认证的三防机它的防护能力绝对比没有这些认证、没有这些防护力的手机还要再更高。好，所以使用三防机可以让你因应不同各种严苛环境下，你的手机还是都可以很顺畅的正常的运作。以上是我们三防机实验室大家有看到非常多各式各样的一个有关防护的或是一些萤幕灵敏度的测试相信大家会对这个三防机会更加了解。好，那除此之外我大概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还不错的一些规格特性好，这个三防机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侧边像电源键在这，它的另外一边有一个红色很明显的一个按键，顶端的部分也有一颗比较小但也是红色非常显眼的按键。
好，那这2个是什么呢？好，顶端这一颗它叫顶端键，那侧边这一颗叫做 Xcover 键哦，因为它是这个3防机的2颗独立的快速键，按一次会带开一个你定义好的功能，那长按又是一种。所以1颗有2种，2颗有4种，所以这只手机总共会有4个可以自定义的快速键。好，例如我的顶端，好，譬如设定按一下，好，我的手电筒就打开了。然后要用关掉的话就按一下就好。那同理我们旁边这一颗独立的 Xcover 键也是，好，按一下有功能，长按也有功能，所以会让这个3防机跟一般的手机与众不同，因为别的手机不太会有这些独立的额外的快速键。然后你看到萤幕化6.6寸 Full HD Plus 的一个解析度，其实视觉效果就还不错。讲到萤幕化，它的更新率有到比较高的这种120赫兹的更新率，而且它是最佳化调节的。那 CPU 是一个8核心的处理器，所以其实基本的效能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那再来的话，可能是它有所谓的 DeX， 像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下次选单你会看到它竟然有 DeX 的项目可以去执行这个功能啊。如果你对3星手机有一些研究，就知道这个通常只会出现在比较高阶的旗舰机上面才会出现。那这支3防机也是有支援的，当然也有支援神送 Pad。好，那相机的话是一个5000万画素的主镜，那你当然可以拍摄高画质的照片，那再搭配一个800万画素的超广角镜头，所以你说一些生活取景啊，其实就算很够用了。好，那顶端的话有保留3.5mm的耳机孔，所以你可以插着传统那种耳机线。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个顶端键旁边还有一个白色小小的一个点，它是一个 LED 灯，就是我们在充电反应的时候，它会亮红色灯，那你充饱的话，它会亮绿色，所以我可以快速从这个灯号去判别。那这个设计其实也有点怀念啊，就是好像以前有些手机有，但后来就没有。好，那再讲一个更怀念的，就是来这边有一个小缝缝，我们这个背盖是可以卸除掉的。好，那可以拆卸背盖代表什么？它其实就是这个电池也是可以直接卸下来的。好，所以这是譬如你有1颗原厂电池，那你可以 U 比1颗或者2颗满血的这种电池。当我低电或没电的时候，我不用还要去找地方充电，或是带着行动电源慢慢充，我直接这样子切换一下它就可以去达到一个让手机回到一个最满电的这种状态。所以除了它很强大的像 IP68 军规这种之外，它的萤幕也是康宁大猩猩 Victus 这个等级的。好，所以基本的防护比一般手机还要更强。那一些规格特性其实也很不错，所以这支手机其实还蛮推荐的。好，以上就是今天的3防机实验室。OK， 那有机会我们下次另外别的实验室我们再去跟大家见面，拜拜。